Hello， 大家好，我是有王。这次来使用最近突然显现出性价比的过气 HEDD 平台处理器C960X 来组装一台高性能的工作兼游戏主机。去年下半年 ，AMD 推出了全新的锐龙5000系列之后本来对于游戏和工作党来说都是多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结果他们闹起了缺货价格一路高歌猛进，本来4100块的 5960X 京东涨到了5000块，还没货首发价6000的 5950X 直接涨到了7500，就导致有多核性能需求的人比较纠结了加钱高价买嘛，加钱是不可能加钱的打死都不可能给黄牛赚钱的。买锐龙3000系列和时代酷睿这一些上世代产品又让人觉得心里不太舒服，特别是拿它们的价格跟5000系列原本的售价对比的时候。而11代酷睿处理器还有一段时间才能上市，最大核心数量还降到了只有8个核心更多的11代 X 系列处理器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敏锐的垃圾佬们发现Intel X299 平台上的第一代处理器7000 X 系列的二手价格降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位置，14核的 7940X 在1600左右16核的 7960X 1900，当年的旗舰产品18核的 7980X1 只要2700、2800了。X299 属于 Intel 的 HEDT High-End Desktop 高端桌面电脑的定位。X299 指的是主板芯片组的型号 ，CPU 针脚的数量为2066根是之前2011针脚的 X99 平台的正统续作。整体上2066处理器可以提供比常规115X 平台更多的核心数量内存通道、PCIe 通道以及 AVX 512指令集。用 AMD 这边类比的话，就是线程撕裂者和 AM4 的关系。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去年做过的 HP Z4G4 准系统里面的 C422 平台X299和它就是兄弟关系 ，CPU 插槽是一样的，但是互不兼容。C422 平台支持智翔处理器和 ECC 内存 ，X299 支持酷睿 X 系列和超频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东西，但是 Intel 就是要切开来卖给不同的人。明明上一代 X299 还能直接兼容115的。得益于 Intel 最近几年的挤牙膏行为7代的2066处理器放到现在也不会很落后。9代和10代的2066处理器本质上可以认为是7代的马甲产品就连核心数都没有提升比如10980X1还是只有18核，缓存容量也是和7980X1一样的。新的这两代主要是提升了频率内部从硅脂换成了铅焊，以及14纳米工艺又打磨得更锃亮了一些，体质会好一点所以7代只要买回来手动抄一下，也会有一个不错的多核性能表现。7代2066处理器的架构是 Skylake X算是桌面的 Skylake 的加强版，这玩意大家都很熟了，哪怕是最新的10960K 也是从 Skylake 调整出来的这一大堆处理器的同频单核性能理论上是一样的。虽然还要受到Mesh 架构等的影响，但是把7代266处理器的主频调高了之后，游戏的表现应该至少不会差。在工作方面的话，7代266处理器作为 HEDT 平台，还有着4通道内存、AVX 512指令集、40多条 PCIe 通道等的加成整体看下来性价比爆满的样子所以我们也赶紧搞了一颗回来尝试装一台主机，看看是否好用，是否值得购买。7代 X 系列处理器有好几颗，我们也简单挑了一下这也统计了一下，除开7740X 和7640X 这两颗坑爹 CPU 之外，7代 X 系列的核心数量和市场价格。7980X1 是这一代最高端的型号，但价格不是太漂亮只比7960X 多2个核心，但是价格高比较多。按照价钱和核心数量的比例来算，7940X 应该是最划算的那颗不过14这个数字总觉得怪怪的对强迫症有点不太友好。最后我还是买了颗16核的7960X看看超频之后有没有可能和5960X干一下。实际买到的 CPU 感觉成色一般，表面有些小坑。反面的话，针脚和电容是完好的就是边边有一点掉漆，不过对性能不会造成影响，那就将就用吧毕竟核心掉漆的 CPU 我都用了挺久了。过来是主板，作为定位高端的平台 ，X299 主板本身也挺贵的不过毕竟是即将退役的，已经有商家在降价清货了。比如我们这次使用的微星 X299 Pro， 京东上面还标着2499的价格，但是已经可以在淘宝用1600买到全新盒装的了虽然这块板的供电不算很好，但起码有双8拼输入。7960X 这种处理器超频之后跑 AVX 512是有可能上到几百瓦功耗的。
X299 Pro 带有8条内存槽，更新了 BIOS 之后可以支持到256G 内存。全长的 PCIe 插槽有4条虽然通道数量会和使用的 CPU 有关，但是对于有万兆网卡专业声卡等扩展需求的用户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做完视频之后，这台机器我想拿来做直播推流机这么多 PCIe 槽也方便插高性能的视频采集卡。此外，这块主板也配备有2条 NVMe 槽和前置 Type-C 接口背后虽然没有带 WiFi， 但是有 2.5G 网口。除开平台本身的优势之外，这块主板的接口配置起码不会输给同价位的 X570 和 Z490。当然，如果使用锐龙5000系列且不需要这么多扩展的话还可以配更便宜的 B550 主板，也是能带动的。而全新的 X299 主板中，1500块左右已经是最便宜的了。另外，我在找 X299 主板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有意思的东西原来在闲鱼可以用1550块买到华擎的 X299 ITX AC。作为华擎家的产品，这块板子也是妖气十足了。在17×17的 PCB 上面即使 CPU 已经占用了这么多空间，还是放下了4通道的内存槽。正反面合计有3条 M.2 SATA 接口和 USB 前置接口，直接用锤子 PCB 架到了 CPU 供电的上方。I/O 接口这边还提供了双千兆网口和 WiFi 网卡这块板的精致程度都能算到工艺品的领域了。而像样的 X570 ITX 主板起码都要2000块起步了，1500只能买到 B550 ITX， 但是艺术价值肯定是不如华擎这块腰板的当然 X299 组 ITX 也有缺点，主要是供电和散热方面超频幅度会受到限制。因为 X299 和 7960X 支持4通道内存，所以我们准备了4条来自翼王的藏宝阁的 C9 BZI 颗粒的 8G DDR4 内存条。简单试了一下，在微星这块主板上可以4条一起超到4000频率，内存带宽对比 5900X 和 10900K 都是翻倍了对于吃内存带宽的软件和游戏会有帮助。硬盘用了工作室里面随手拿的 NVMe 协议的蓝盘 SN550 500G 要注意的是，目前确认有冷数据掉速问题的只有 SATA 协议的蓝盘 ，NVMe 协议的并没有实锤毕竟这玩意便宜，外加原厂颗粒还可以京东5年保修，环外表现也不错。实在怕的话，同价位的铠侠 RC10 也是 OK 的选择。这块主板自带散热马甲，温度不是问题。机箱我用了追风者的 P500A 这个型号，在之前 RTX 3080 F1 的评测中用来测过风道，感觉挺不错的就是之前那台折腾的有一点狠，被烟熏成黄的了所以重新搞了一台黑的回来。P500A 可以简单的看作他们家 P600S 机箱的青春版去掉了可以拆卸的静音挡板设计，正面就是简单的冲孔网板但是 P600S 上面优秀的功能设计基本都有所保留，比如可以像门一样翻开，还可以取走方便装机的侧板，顶上和前方都支持360水冷，显卡可以选择常规的直插式和垂直安装，机箱前方也带有最新的 Type-C 接口。P600S 上的滑动式的线材遮挡盖也有所保留，还可以拆下来安装3.5寸的硬盘支架。机箱整体做工用料也不错，挺厚实的，上手比较重在这个价位来说还是挺不错的。另外和追风者的 P600S 518XTG 一样，顶部可以通过托盘配件再装一个 ITX 主板上去，可以实现一个机箱里面装2套电脑。对于主播等有相关需求的用户来说就非常方便了比如一台玩游戏，一台直播推流什么的。电源这里使用了我们之前开过车的追风者 Revolt Pro 850瓦金牌全模组电源，这个应该是市面上能买到的这个瓦数中最便宜的能保修12年的电源了，海运代工非常靠谱。RTX 3070官方推荐的电源功率是只需要到650瓦就行，但是10几核的2066处理器超频之后功耗还是挺大的，850瓦会比较稳。散热器这里用了 EK 还算新出的 AIO Basic 360水冷散热器这就是之前的 EK AIO 360的无光版本，对外观没有要求的情况下，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我们测试过超到 4.5G 的 7960X 用240水冷确实是压不住的这一块相对于锐龙5000系列来说确实是弱项。锐龙5000虽然也热，但是好的240水冷压 PBO 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大家选购散热器的时候要注意扣具是否能支持2066针脚的处理器。最后，显卡使用了之前评测过的索泰的 RTX 3070 X Gaming OC， 按照前面这硬件的价格来看，搭配3070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索泰这张3070采用了3风扇的设计，散热表现非常的强悍。散热器外壳采用了抽象撞色的喷涂，整体外观显得比较时尚个性和年轻化，放在机箱中还是非常漂亮和突出的。全部零件看完就要把它们拼起来了，主板上相关的零件已经装好了，把它和电源、散热器、显卡一起塞进机箱，再接好线就行了。
最后这个地方要记住同学们，这是重点要画起来的。在安装完显卡之后呢，需要施加一个魔法，将它从空气中固定下来，这样工作起来才稳定，不会被机箱内的气流带走。出来的视觉效果还马马虎虎，机箱主板、电源散热器都是比较严肃的黑色，然后搭上白色的内存和彩色的显卡，透露出一点闷骚来。机器安装完成之后，第一步就是超频。79600X默认的频率不高，但是比较能超正常人是不会默屏用的，这里也懒得测默屏的性能了。X299平台出来比较久了，网上比较容易找到教程，这里因为篇幅原因就不详细介绍了。CPU 我们在 1.2 伏下超到了 4.5G， 算是基本盘吧，在网上发热有点大了。同时 AVX offset 设置到了-6，也就是说用到 AVX 指令集的时候会降频到 3.9G， 因为在网上发热就大到360水冷都压不住了用得上 AVX 指令集的，特别是 AVX 2和 AVX 512的，基本都是工作软件这里还是选择稳一点。顺带一提，在华擎那块 ITX 主板上面也是能超到 4.5 的就是不能长时间满载工作，供电会扛不住。然后2066还有一个要超的东西是 Mesh， 这玩意简单理解成 CPU 核心间交换数据的总线就好了在 CPU 在里面显示的是北桥的频率。79600X默认的 Mesh 频率是2400，有一点拖后腿了。超到3000之后，处理器的 L3 缓存速度会变快。我们测试过多线程理论性能可以有 1% 到 5% 的提升，游戏甚至能提升超过 5%， 还是非常值得一超的。为了方便大家参考，这里用涨价还缺货的 590X 处理器搭了一个对比平台。这颗 CPU 是12核24线程的但是考虑到 Zen 3较强的单核性能和多线程效率，和超频后的 790X 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对手实际测试中，按照多数人的习惯，将 PPO 手动打开这样设置下来，单核和多核性能都有保障，可能会比你手动超频还好用。主板用了同样是微星的 X570 Gaming Edge WiFi 也是出于性价比的选择。毕竟如果不考虑性价比的话，都不需要去看790X这种高发热的老处理器了这块板在供电足够 PPO 的同时，接口也不会输很多。散热器像前面说的那样，使用240可以省下几百块毕竟锐龙散热的最大问题还是内部积热内存还是4条 C9BGA 但是受到 590X FCLK 体制的限制，只能超到3800这样。最终出来两个平台的价格对照是这样的790X这边要便宜2000块，其实还是不少的那么实际的性能表现如何呢来一起看看我们测了1个多星期的数据吧因为买这种 CPU 的应该更多是考虑在工作上使用所以专业项目会比平常多一点。第一个还是老朋友 Cinebench， 在这个锐龙处理器占优势 Intel 一直表示不实用的软件中790X超频后多核得分赢了 7% 到 10%，这个成绩已经超过2950X， 接近3950X的默屏了当然单核还是锐龙5000系列要强，足足高了接近 30%。和游戏相关的 3D Mark 物理分测试，清一色 590X 占优，即使是 Intel 优势的 TimeSpy 项目中 590X 都还是赢了一点应该是因为优化不到这么多核心的原因，特别是 Fire Strike 场景是基于 D-11 的。过来是 PC Mark 10，这个测试中很多是对软件操作时的性能的考察，也就是和单核性能会有关。Intel 推广11代笔记本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软件，所以 590X 还是全面胜利。而在多核优化比较好的 V-Ray 渲染测试中，又反过来是790X占优势了，强了接近 20%说不定还和 AVX 指令集有关。W Prime 质数计算软件和 Cinebench 的情况类似，单核 590X 强，多核 790X 强，而且赢得挺多的，可能还是优化的原因。然后是自带多款专业软件的 Spec Workstation， 3个渲染和转码软件中2个算打平，一个790X占优势，压缩软件 7zip 则是 590X 赢了，应该还是单线程性能的原因。其中有2款软件我们听说对 AVX 优化也比较好，也就是说790X可能存在更大的优势所以我们也专门去下载了官方独立的测试软件。一个是 Blender， 经过确认是支持到 AVX 2的不过 790X 也没有什么优势，每个项目和 590X 各有胜负，最后出来的总用时和 590X 是一样的。另外一个是 Handbrake， 听说在进行 H265 编码的时候对 AVX 的支持也不错所以我们用 X-T3 拍了几段素材，然后从 4K 压缩到 1080p， 结果2颗 CPU 还是差不多可以说在误差范围内。这么看来 Spec Workstation 还是挺有参考价值的。而在真正支持 AVX 512的 Y-Cruncher 圆桌率计算软件中 790X 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了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真的找不到多少支持 AVX 512的常规软件了。TensorFlow 查到是支持的，但是通常跑这个的时候，好像大家用的都是显卡。最后是 Puget Systems 公司推出的 Adobe 加软件的跑分软件，这也挑了2个用得最多的 PR 和 PS它这个跑分是混合了预览、操作、渲染等的综合性的测试，整体下来 590X 还是要强一些。
这么多跑分综合下来，可以认为在单核性能方面，5900X是碾压性的胜利毕竟10900K 都没有打赢，只超到 4.5G 的7960X肯定是别想了。而多线程性能方面则是超频后的7960X 有优势就算7960X没有赢的项目，也至少能打平虽然它的单核弱一点，但是更多的核心数量弥补了劣势。过来就是游戏的测试了，工作之余也是要娱乐一下的嘛另外7960X除了可以全核4.5之外，还有一种游戏模式那就是关掉超线程，并且超到5G。16个物理线程对于现在的游戏也是非常足够的就是每一次要到 BIOS 切换工作和游戏模式还是有一点烦。以及我们还翻出了1090K， 并且超到了同频 5.0G 内存则是4266双通道，看一看同样是 5G 的2颗 CPU 的游戏性能会有什么样的差别。结果是跑单机的时候，几颗 CPU 的帧数基本是一样的，只有英灵殿这个开头有 AMD logo 的游戏 ，AMD 处理器低了2帧。而在电竞游戏 CSGO 中，单核性能较强的5900X还是有着不小的优势过来是1090K 只低了5%左右，7960X则排到了最后虽然都是XXA Lake， 但是 Mesh 架构对游戏性能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也有400多帧，也不是不能玩。最后一个是吃鸡 1080P 3级制，情况和 CSGO 中类似590X 和1090K 的表现还是比较好，7960X弱一点，但也差得不算太多。7960X在单机游戏中的表现比预想中的要好，于是我们就在想，会不会是3070的性能不够，看不出差距所以我们也翻出了3090，再跑了一轮测试，结果在单机游戏中还是拉不开差距看来单机3A 大作的帧数表现，最终还是取决于你家里的空气质量。而在 CSGO 中，全部 CPU 的平均帧都超过了500帧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超到 5.0 的7960X帧数反而低了一点。最后是吃鸡，情况和前面3070时基本一致，单核性能强的 CPU 帧数就更高不过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专门为了游戏买7大 X 系列所以这个游戏表现算过得去了吧。游戏看过了，接下来我们看看电费的情况超到 4.5 的7960X搭配3070时，在待机的情况下就比590X高出约40瓦，也就是一半左右。i64 单烤 CPU 时，7960X的整机多了120多瓦也是高出了差不多一半。至于烤 FPU 嘛，差距就更大了。AVX 512虽然很强，但是功耗也是非常的高，即使降到了 3.9G， 烤起来也有几百瓦再加上顶盖内部是硅脂 ，CPU 温度直接就往100跑了。最后是加上显卡的双烤，7960X这边整机输入功率已经超过700瓦了就算算上转换率，还是750瓦起步的电源会比较保险。而590X这边650瓦就能轻松带动了，甚至质量好的550瓦我都敢试一试。考虑到我们平常用电脑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全机满载，所以也录了一下正常玩游戏时候的功耗这一次也把关超线程超 5.0 的游戏模式也录了进去，因为玩游戏时主要吃的还是显卡 ，CPU 吃不到这么多核心，所以功耗差距没有前面的那么大了。以及可以发现，即使关了超线程，5.0 的7960X功耗还是会高一点看来从性价比的角度考虑，日常使用没有必要超这么高。不过作为一个不折腾不舒服的玩家，肯定是要想办法榨干它的全部性能的所以我们要发动这个传统异能 CPU 拆解，给它开膛破肚处理一下。7960X虽然面积挺大的，但是开盖比想象中的要简单不少，买一个开开器放对方向装上去拧一下就好了甚至比开 9960K 还要轻松，毕竟内部没有铅焊，就是注意不要拧过头就行了。然后就是清理这些陈年老硅脂和橡胶了也亏 Intel 能给18核的可超频处理器内部上硅脂，因为后面要上液晶，所以核心旁边的电容电阻什么的都要用704硅橡胶封好，防止液晶露出来时碰到短路。虽然液晶其实挺黏的，流动性很一般，但是以防万一嘛。接下来为了取得最好的散热性能，这次我们要拆掉原本的扣具，换一个玩法CPU 不用装顶盖，直接放到插槽上，像显卡那样让散热器直接和 CPU 核心接触，去掉中间商，让热量直接散出去。为了防止散热器大力去奇迹把核心压碎，还要装上2066专用的 CPU 核心保护盖。装好之后，核心和保护盖是基本齐平的，散热器的压力会由保护盖来承担。还是为了防止侧漏，我在核心周围再用硅脂上了一层保险过来才是涂液晶。因为拆了顶盖之后 CPU 的高度变低了，要注意散热器是否能贴合 CPU， 会不会撞到凸起来的电容等等。这也偷懒没有上分体水，用的是 EK 的精英版 Elite 一体水，拧螺丝时的手感挺正常的，应该没有撞到什么东西。接下来就是开机确认一下 CPU 有没有因为手术失败而不幸罹难。CPU 没有坏，
另外装完之后，肉眼可以确认到 1K 这个水冷风扇自带的 RGB 还给这台电脑额外增加了50%的性能。开盖之处加换了散热器之后，同样 3.9G 的 AVX 跑了10分钟 FPU， 这次核心温度只有60到80度，低了10几20度，这样降温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不过可能是因为体质或者主板的原因，我们这一颗 7960X 开了超线程之后，在微星这一块主板上，即使加到快 1.4伏，也还是只能在 4.9G 下通过 R20的跑分。此时整机输入功率已经快700瓦了要注意显卡是完全没有动的，只是 CPU 的负载。最终 R20得分是差不多9900这样对比 4.50高了约10%，还没有 RGB 带来的提升多。可能更换更高端的主板可以实现更低电压下的超频，但是这样主板投入又上去了。为了这10%的提升，我觉得实在是不太划算。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就算是出于散热考虑，开盖替换掉硅脂，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往死里干。1.2伏左右的电压下，尽可能超高就差不多了。总的来说，2000块钱不到的7960X在超频之后，能跟4、5千块的5900X打成这样，7代X系列处理器的性价比确实是值得肯定的。同样的缺点也是很明显超频之后功耗发热较大，你需要在散热器、电源、主板上面花更多的钱。当5900X的价格水分被挤掉回复到首发价甚至更低之后，2颗 CPU 装出来的整机差价可能就只有1000块钱左右。而且这里面还没有算7960X每年要多交的电费以及增加的主板损坏概率。对于在工作上有多核性能需求，但是一次性装全新整机的人，我觉得可能还是多花一点钱上5900X图一个安心省事超频也没有这么麻烦，开一个 PPO 就能用了，或者等一等11代酷睿 X系列处理器和全新的线程撕裂者。如果你是其他的硬件手上都有只是想升级 CPU 和主板，一下子又拿不出这么多钱买高端配置，那么7代的 X系列处理器是不错的。或者你跑的软件7960X确实比590X、3950X有明显优势你又不想一下子加钱加到5950X的时候那么也是可以考虑一下的。还有就是你也可以选择上7代X系列处理器，但是频率不超这么高在性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降低一点功耗和发热那也是一种玩法。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喜欢中再顺便点一个订阅，那就更好了。我是一王，下次见，拜拜。